美国呢就揭开了无人机突袭莫斯科的内幕，让台独们听后呢是非常的兴奋，他们认为啊这可以抄一下乌克兰的作业，突袭大陆地区的北上广等大城市。欢迎来到张斌观察，我是张斌。美国那边啊，最近就发出这个消息，说你看最近这乌克兰，他不是用这无人机突袭了莫斯科嘛，取得了不错的战果。当然，他这个战果啊，主要就是政治上的。这一次突袭啊，政治上的影响力更大。从军事上来说啊，它倒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。美国这边还说呢，这是乌克兰啊，实际上策划了很长的时间了，他与俄罗斯境内这个反俄以及亲乌的组织呢进行结合，然后呢就是计划了这一次攻击，并且以后还会长期有这种行动。至于说这些无人机嘛，那个确实是乌克兰这边提供的，他们通过走私，用这个零件的状态把他们走私进俄罗斯，然后在当地进行组装测试之后，然后再组织了这场攻击。乌克兰这边呢，他们也非常注重渗透俄罗斯，在俄罗斯的内部呢发展反俄和这个挺乌的这些组织，然后实施攻击啊，这是乌克兰的一个做法。而这种做法呢，对俄罗斯来说呢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啊，在军事上有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大的破坏，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在不断的影响着俄罗斯的作战意志，让俄罗斯的民众内心感到恐慌。说到这个时候啊，哎呀，这个台独方面呢，一听到这些感到就非常的高兴，非常的兴奋啊，他们觉得呀，我们也可以抄作业吧，我们也可以用这种办法来攻击这个大陆地区吧。其实他们这种说法吧，很兴奋，是给自己打气的一个做法。但是呢，这事情是很不现实的，因为我们看它整个这么一个过程啊，它其实是最重要的，倒还不是说弄到那个无人机给组装啊，给搞起来怎么打，而是呢，它一定要在这个内部啊形成一个所谓的这个反对组织啊，要有组织的、有计划的进行这个事儿。那现在作为台独这些力量，怎么能在我们大陆地区能形成这么一个组织？这个是很难做到了。我们将来真的是要为了统一展开一场统一之战的话，那我们可以说是全民的共同认知，要消灭台独，要完成国家的统一。这个和现在俄乌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。第二一点，我们就注意一点啊，台独的这些人，他们在媒体啊，在一些政论节目中大肆叫嚣这样那样的，就包括说要抄乌克兰作业这些说出来之后啊，大家都明白他们是揣这个明白装糊涂，在那边故意的胡说八道，是在给这个台独打这个兴奋剂。但是他某种程度上啊，他其实也是有他的目的的，他是要做一种叫做群体过滤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整个社会群体中，他们这么说啊，这满无边际的这个满嘴这个跑火车这种说法呀，你不相信的人，知道实际上怎么情况的人，真是对这个不屑一顾的啊。但是呢，如果被他们长期洗脑之后，那些民众们和那些人，他们就听来之后呢，是越听越信。这其实就是把不同的群体给过滤出来了，这个就能夯实他台独的基础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他们在叫嚣这些事情，不管他们的用意是什么吧，我们都要注意啊。就是如果说台独地区那边被逼急眼了，这狗急了还会跳墙呢，它会渗透到我们大陆地区搞一些破坏，这种事情还真有可能发生。而且呢，从这些台独分子们这么兴奋的这些表现上来看啊，其实你会意识到，你说他揣着明白装糊涂吧，但有的时候他真的是啊，在很大程度上他就是糊涂啊。他已经被美国深刻的洗脑之后啊，他真的是把这个台湾地区当成了在亚洲的乌克兰，他觉得自己就可以像乌克兰这样学习，这么来干啊。这种事情，你说他完全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说假话吗？也未必，也许他内心里还真的对这个有所认知，他们真把自己就当成了美国消耗中国的炮灰。